这种情绪其实很陌生。魏婴一直认为乱葬岗之前的自己无人在意，结果有人告诉自己，不是的，有人在意。有人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的成长，每一步每一个选择。蓝忘机看着脑袋微微往下垂的魏婴，右手轻轻拍了拍魏婴的手背，给予无声的支持。后面我们在宜秋了解到的就是你入轨道，自成一派，于射日之争立大功，被世人称为轨道祖师。祁阳神色复杂地看向那个被称之为顽劣不堪的青年，年纪轻轻便自成一派，成为轨道的开创者，这天赋确实可怕。这天赋大概也只有那个世界的天之骄子可与之比拟，若给予成长的时间与足够的修炼资源，大抵会成为一个庇护家族的存在。你通过钱庄联系齐家是我未曾料到的，因为我给江宗主的联系方式不是钱庄这个渠道。您还给江宗主留了联系方式吗？魏婴错愕地问道，怎么一点都没有印象？是自己忘了，还是江叔叔没说？如果没说，又是为什么？魏婴感觉现在脑子就是一团浆糊，但又好像能看到江湖中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绪线。自然是要给的，魏家和齐家作为世交，若你遇见困难，云梦江氏不能助你，齐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。祁阳略怪异地看着魏婴，也有一个不成形的猜测，江风眠那厮该不会什么都没和这小子说吧？该不会也炸了自己吧？你的玉扳指是不是魏伯伯给你的？魏冕，你祖父，你和大世界的家人联系上了？祁阳赶来见魏婴便是为着这个目的来的。两个世界如果可以沟通，那修炼的桎梏也许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打破。而且听魏婴的意思是，魏伯伯他们让魏婴主动联系齐家，那就算两个世界依旧存在壁垒，那也有办法让阿娘继续活下去。你之前提及的祁隆昌是我父亲，但我父亲已经去世，只留母亲一人。现如今也是行将就木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联系上你祖父，让我阿娘继续活下去。这变故把魏婴打的是措手不及，自己求助人摇身一变竟成了联系人，可自己也没有办法和祖父他们联系。如果祁老先生已先去，那其他人能不能唤醒祖母的神魂？祁叔，你有办法唤醒沉睡的神魂吗？我祖母有陪在我身边。祁阳倒吸一口凉气，往后连退3步，随又快速走回魏婴面前。长泽的母亲陪在他孩子身边，如果之前乱葬岗围剿是真，那就是让魏婴起死回生了。你是不是死过一回？魏婴斟酌了一下，起死回生未免太过骇人，晚辈是差点死了，是家人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。这个说法应该也不算假吧，爷爷他们找了一个高人把我救了回来。蓝忘机回想起乱葬岗的一地荒芜，伏魔洞里的血迹，心还是会抽抽地痛。蓝忘机紧紧地凝视着魏无羡，生怕这个人突然消失了，怕这一切只是一场镜花水月。魏婴似心有所感，侧头对着蓝忘机调皮地眨了眨眼。蓝湛，我在哦。蓝忘机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，只有蜷起的发红指尖还能看出几分不安。祁阳拍了拍魏婴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，期望不要太高，神魂越是强大，唤醒难度系数也越大。你祖母在异世界那么久，话没有说完，祁阳给了一个你懂的眼神，又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魏婴沉默了许久，遂说道，那总要一试。魏婴暗念咒语，一本心经就悬浮在空中，一股温和但霸道的力量弥漫在室内。祁阳感受着自身的灵力波动，在这股力量的刺激下，竟隐隐有不受控的迹象。祁阳抬起手，试图用自身的灵力与这股力量交谈。灵力在触碰的那一刻，祁阳仿佛碰到了一堵墙，根本无法进入，无法与之交谈。这是神魂的自我保护，能够与之交谈的，要么是血亲，要么是灵力极为熟悉的好友，只能强行唤醒了。你祖母的神魂只能强行唤醒。你要先和你祖母交流一下吗？我可以传授你神魂交流的心法。祁阳收回灵力，不紧不慢地说道。主要祁阳没有父亲那般熟练应用唤醒术，强行唤醒不仅仅会使对方神魂受损，而且可能会损害呼唤者自身的寿命。让魏婴学会神魂交流是其实最保险的方法，但就像一个人陷入沉睡，突然有人拍了你一下，清醒数秒后又继续沉睡。这个交流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很可能聊着聊着对方就陷入沉睡。
祁阳想了想，就如实把两者的区别和各自的利弊讲述给了魏婴。魏婴仅犹豫了片刻，就选择了后者。能交流了，祖母就会有办法让自己完全苏醒，这是魏婴莫名的自信。清河聂氏经过几天的寻找，不负所望找到了第二处炼尸场。蓝曦臣、聂明觉等一干人看着炼武场上囚禁在笼子里的活尸与鬼修，脸色各异。当然，活尸和鬼修还是分笼子装的。聂明觉刚见到那些被炼化的活人，曾十分冲动地把鬼修按到活尸堆里，也就差那么几秒钟，又给扯了回来。宗主，这些人得留着。大长老看着聂明觉冲动的样子，连忙高声喊道。虽然他也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，可背后牵扯到还有一个庞大的世家。